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懒人想变美的布布频道。那今天就想和大家聊一聊，我们到底要不要一直买那些不会出错的基础款？其实想一想，不会出错安全款，它的另外一种说法就是不出彩、简单、没有特色。那什么是基础款呢？就是简单平平无奇的版型，舒适百搭，没有明显的设计感。比如大家最常见的白 T 配紧身牛仔裤，那其实这样穿是没有错的，但是就是不出彩，更不用说时尚感了。比如像我自己特别喜欢，一直有在 follow 的一个 ins 的博主，他就是可以把一身基本的基础款穿出很干练，让人眼前一亮的感觉，能把舒适实用的基础款穿出气质和高级感，除了真的就是非常考验衣品，还有就是天生高挑的身材和良好挺拔的体态。除此之外呢，还有就是比较现实的问题，就是其实越是基础越注重剪裁和质感。如果你想穿出高级感，那衣服就一定要有质感。质感剪裁好的衣服其实价位都不是很便宜的。那么普通人没有这种高挑的身材，还有预算不够的时候，那我们要怎么样为自己打造一个自己喜欢又有质感又省钱的衣橱呢？首先我们衣橱的衣服比例不能是照抄胶囊衣橱的比例，因为胶囊衣橱它是80%的基础款，然后20%的设计款。那其实我们想象一下，你的衣橱里面80%都是这些很普通、很基本、没有一点设计感的款式的衣服，颜色单一。其实不管你再如何去搭配叠穿它们，只要我们普通人身上超过2件以上的基础款，很容易就会穿出那种路人甲的感觉，平平无奇，然后淹没在人海里。而且时间久了，我们自己穿多了，也会感觉非常的枯燥无趣。所以与其就是我们一直花钱在买这些基础款，倒不如尝试买一些有一点设计感的基础款，其实就是介于基础款和设计款之间。它不会像基础款那样就是毫无设计感，也不会像设计感那样子那么的张扬突出。举个例子，什么是基础款？什么是有点设计的基础款？什么是设计款？比如白 T 这件就是简简单单很普通款式的一件纯白色的 T 恤，它就是基础款。那基于这个之上带有一点设计加一点简单的图案的，比如字母啊，就是一点点，没有很夸张。那如果是设计款的 T 恤，它就是很明显的使用了不同的剪裁还有材质，在 T 恤上会有很复杂夸张的图案，还会添加一些装饰。再举个其他的例子，比如说黑色的毛衣，那黑色的毛衣基础款就是这种普普通通。那如果我们想这些毛衣带有一点设计感的话，可以是这种半拉链式的黑色毛衣，它其实前面就多了一个拉链，所以大家就不用害怕，就是说这种半拉链的黑色毛衣不敢买，它不是基础款，会不会不好搭配？其实有点设计的基础款，它也完全符合基础款的3大元素：好穿、精看、百搭。这种有设计的基础款是很好搭配的。那像这个博主，它就有4种不同的穿搭方式。再比如衬衫，它这个版型的衬衫就是平平无奇，很普通。那有点设计的基础款衬衫，比如像棉麻缎面衬衫，因为面料的不同，给人也有不同的感觉，比最普通基础棉质衬衫看起来就是给人感觉不一样。或者条纹衬衫、系带衬衫、尖领衬衫，这些都打破了基础衬衫的板正感，就是添加那么一点点的设计，就整个 look 就不一样了，就比普通的那种基本的基础款好看很多，有趣很多。不要认为只有那种最基本的基础款才耐穿，不被时间淘汰。其实真正不被时间淘汰的不是基础款，而是经典款。我们真正要去投资的其实是经典款。那什么是经典款呢？首先，基本款不一定都是经典款，比如优衣库，它里面的款式全是很简单基本的基础款。那他们有哪一件衣服是经典款？其实在我看来是没有的，你们认同吗？如果认同的话，在评论区扣1，
不认同的话可以扣2。那举一些我认为经典款的例子，比如 Burberry 卡其色的风衣， Max Mara 焦糖色长款外套， LV 羊绒围巾， By Far 经典黑短靴。你们认同这些是经典款吗？如果你们认同的话，在评论区扣1，不认同的话扣2。在我认为经典款它拥有很好的剪裁，可以最大化的遮盖我们身体的一些缺点，材质好，款式简单百搭，而且可以穿很久很久。就是这些单品经典到就是我们可以传给我们下一代这样子，那我们下一代穿起来也不会觉得过时。经典它就是个时间的证明，不管多久穿在身上依然是那么好看，让人眼前一亮。那它们适合所有的人吗？其实也不一定，因为每个人的身材还有风格都不一样，就是这个版型适合你，但是不适合他，还是需要大家自己去发现自己的风格，去尝试，去创新，不要太过于被基础款局限了自己的可能性。所以在我自己个人看来，就最值得投资的还是那些经典款，当然也要看个人的预算啊，你不能说我要把所有的经典款都买回来，对吧？这样子荷包也伤不起啊。就我自己认为比较合理的衣橱分配的比例是40%左右的基础款，然后30%有一点设计的基础款，那20%是设计款。那这就是我自己个人的衣橱比例了。所以说大家就参考一下，自己浮动一下我不太需要一点设计，就我不太喜欢基础款这么多，那你就可以缩小你的基础款，然后把这个比例挪到有点设计的基础款，或者是多一点设计款。我就特别喜欢设计款的衣服，那你就可以挪到设计款里面。主要就是根据自己的衣服来改动这种比例啦，就不是一定要参照某人这样子。那我们最后说一下，就是如何把这些基础款穿得比较出彩。2个方面，第一个方面就是色系，基础款比起款式，它其实色系会更重要一点。因为我们第一眼看到就是你身上的颜色，所以在基础款的颜色上呢，一定要主次有序，主色调、辅色调、点缀色，其实就是身上不能超过3种颜色。那我们看看 Andrea 博主的穿搭，她总是可以把这些简单的基本款穿出不同的颜色出来。比如她身上这件灰色的毛衣，那这里要打个重点，她这个灰色毛衣不是基本款，它是带有点设计的灰色毛衣，因为它灰色毛衣上面有黑色花图案，全身偏暗色的 look， 衣服里面加了一件亮色的绿色单品，就只有这一件亮色的单品，然后再加上绿色包包的呼应，让人眼前一亮。它通过把里面的衣服加一点点的颜色，而且那个绿色它只露出了一小部分，然后整个 look 不再那么沉闷，它整个风格就是很明显明亮了不少。第二方面就是配饰，比如像包包啊，我们会根据今天不同的服饰来配一些包包，休闲配休闲包啊，根据自己今天一身不同的风格来搭配包包。还有就是像帽子围巾啊，因为秋冬穿搭我们会比较偏暗沉一点，那像这种亮色的帽子围巾就可以点亮沉闷的秋冬深色系的穿搭，整个 look 看上去就更丰富更有趣。必不可少的还有就是首饰啊，戒指、胸针，不需要特别昂贵，只要就是有点设计感的，因为他们自己非常独特鲜明的设计，但我用它们搭配我衣服的时候，我整个衣服的质感就提升了很多，看上去就是这件衣服好像比它实质价钱会贵一点，买一件新衣服倒不如在这件衣服上带一些首饰，那这件衣服就会变成不一样。配饰是一个在穿搭上非常神奇的一个辅助性的东西。那比如像 Andrea 她这件白色的毛衣，它其实不是基本款它是带有点图案的白色高领，所以它是属于有点设计的基本款，然后再配上银色的配饰，那整体看上去就很高级很有质感。所以在穿搭上不要太局限自己，大胆的去尝试创新，不要害怕，就是你知道如果不好看我们不好看就不好看嘛。那希望大家都可以拥有一个自己喜欢的而且又省钱的衣橱。好，喜欢我今天视频的小伙伴记得要点赞订阅收藏谢谢你们的支持，那我们下个视频再见，拜拜。